2026年4月29日，愛德华茲空軍基地的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一段只有2秒鐘的畫面，一架 B-1B 轟炸機從鏡頭前掠過，機翼下方掛着一個不尋常的東西。畫面閃得很快，但看到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截圖、放大、確認。那枚掛在外部掛架上的是 AGM-183ARW 高超音速飛彈，一枚在2023年被空軍官方公開宣判死刑的武器，一架在沙漠坟場裡封存了3年的40歲老爺轟炸機。2個被判出局的舊時代残黨同時出現在一個畫面裡，這不是巧合。60天前，美軍對伊朗發動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略轟炸行動。這場仗剛開打，就吃掉 B-1B 機隊大半的可用兵力。五角大樓在火線上同時做了2件事：把墳場的舊骨頭拖出來翻新，把死刑犯飞彈從暗層預算裡復活。而這一切的源頭都得從一份國會報告說起。那份報告的建議只有一句話：2026年退役全部 B-1B。20億美元，這是諾斯罗普·格鲁曼在 B-21 突襲者隱秘轟炸機項目上的累計虧損。B-21 原本被規劃為下一代主力，設計規格是穿透未來數十年任何已知防空體系，但現實遇到了問題。2025年至2063年財報顯示，光是單一年度虧損就達 4.77 億美元。原物料價格劇烈波動，特種材料供應商產能卡關，為提升量產率，被迫打掉重練的生產工藝，3條繩索同時勒緊。更致命的是合約結構，固定價格，任何超出合約定價的成本由承包商自己吞下去，軍方一毛不補。諾斯羅普每交一架 B-21，賬面就多一個洞。當主承包商在持續失血，任何加速量產的討論都是空談。這些問題不是不能解決，而是解決需要時間，但這種確實存在一定的真空期。新飛機指望不上，老飛機卻在加速折損。2022年，一架現役 B-1B 在諾克薩斯州戴斯空軍基地進行地面試車時，發動機內一枚帶微裂紋的渦輪盤在高速運轉中粉碎性破裂，直接切斷噴管液壓系統，引發大火。空軍事故調查報告寫道，恢復至少要價1500萬美元，而高溫損傷後的機體材於應力和材料金相變化的風險根本無法量化。意思就是說，修了也不敢保證還能安全飛行。與此同時，國會給空軍畫了一條法律紅線，任何時候必須保有不少於45架 B-1B， 處於隨時可出勤狀態。2026年伊朗戰事爆發後，部署到英國菲爾福德空軍基地的 B-1B 一度達到12架，相當於美軍全部 B-1B 機隊可用兵力的很大一部分。單次任務時長拉到37小時，跨大西洋穿地中海，多次空中加油，出擊強度達到近年來的極限。炸彈丟得越多，機體壽命和發動機剩余時數就消耗得越快。45架那條線眼看就要守不住，於是美軍決策放棄修復，把資源轉向亞利桑那沙漠裡的飛機墳場，去挖一架封存3年、未經歷過火災創傷的860115號機。B-1B 絕對是美軍裡最命硬的那一個。40年來，他至少被宣判過3次戰術性死亡。每一次軍方分析報告和智庫兵推都認為他的時代結束了。每一次他不僅沒進墳場，還爬起來打出一次又一次的高光。第一次死亡宣判是在冷戰結束， B-1B 最初的設計任務是掛着核彈頭巡弋飛彈，低空高速穿透蘇聯防空網。這個任務定義了它的可變後掠翼、超音速突防能力以及機翼外部的6個重型掛點。但美蘇簽署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之後， B-1B 的核打擊任務被條約文本剝離。為了讓俄羅斯核查人員能實地驗證美軍在外掛點連接處焊上金屬套筒，在彈倉裡拆掉核武預解鎖訊號線纜。從那一刻起，這架當年為核戰而生的轟炸機失去了它設計任務的核心。外界判斷很一致，常規戰爭不需要這麼昂貴的平台， B-1B 準備退場。1998年，答案來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引發沙漠之狐行動， B-1B 首次投入實戰。美軍指揮官很快發現一架計劃書上沒寫的是，這架飛得快、裝得多的轟炸機，在常規戰爭中簡直是個移動彈藥庫。到了2003年伊拉克戰爭，一個統計數字震動了整個軍事分析圈。B-1B 出勤架次只占聯軍戰術飛機總架次的 5%， 卻投下了 43% 的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5% 的架次， 43% 的 GDAM。 這意味着地面上每掉下2枚衛星導引炸彈，就有1枚來自 B-1B。 行動中甚至有一次斬首空襲，炸彈直接炸穿巴格達一處地堡，幾乎把薩達姆本人埋在裡面。那些當年說他沒用的人突然集體沉默。第二次死亡宣判來自反恐戰場。分析報告的邏輯很簡單， B-1B 是為穿透蘇聯防空網設計的。面對游擊隊的肩射飛彈和零星空防，它太貴，太大材小用。結果它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对抗伊斯蘭國的行動中，
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空中炮艇。地面部队陷入交火，无線電回傳坐標， BB 在高空盤旋數小時甚至更久，幾分鐘內就把精確彈藥送到。陸軍和陸戰隊指揮官點名要 BB 執行空中密接支持任務，一架戰略轟炸機幹起了攻擊機的活，而且幹得比誰都好。地面部隊給他一個外號，空中彈藥庫。第3次死亡宣判是2024年2月，美軍在中東打擊伊朗革命衛隊關鍵目標，負責深入敵境投彈的主力依然是 BB。當時軍事觀察界普遍認為，面對日益稠密的現代化防空網，這架不可逆蹤的老轟炸機能用的場景只會越來越少。但緊接着2025年8月，3架 BB 被部署到挪威奧蘭德空軍基地，距離俄羅斯邊境近在咫尺，直接在北極戰略方向上對莫斯科施加壓力。2025年末，空軍啟動超級 BB 升級計劃，一系列現代化改裝方案出爐，目標是把機隊壽命拉長到2030年代。3次被判死刑，3次從葬禮現場爬回跑道，但跟接下來在伊朗要打的這場仗比起來，前面這些都只是暖身。2026年2月28日凌晨，史詩狂怒行動在黑暗中啟動， B2 逆蹤轟炸機負責第一波踹門，目標是伊朗深埋地下的核設施和指揮中樞，摧毀國家級指揮鏈的物理節點。緊接着 BB 機隊從美國本土和歐洲前進基地同時出動，單次任務時間拉到37小時，跨大西洋穿地中海，在地中海上空多次與加油機會合，然後進入投彈航線。根據空軍官方釋出的行動資料，開戰72小時內，轟炸機群打擊了近200個縱深目標，包括德黑蘭市區周邊的軍事設施。首周累計打擊超過1700個目標，部署在英國菲爾福德空軍基地的 BB 數量一度達到12架，加上3架 B52H， 總數逼近15架戰略轟炸機。這是冷戰結束之後，歐洲大陸上從未出現過的戰略轟炸機集結密度。美軍最初向英國提出使用基地時，英方立場是拒絕的。隨後，伊朗以無人機襲擊英軍在塞浦路斯的基地作為報復，英國的立場在24小時內翻轉，菲爾福德從此成為 BB 出勤頻率最高的前進基地，平均每日架次率被推到近年來的極限。到了3月4日，國防部長公開宣布美軍已掌握伊朗制空權，這之後的戰術立刻改， BB 開始掛載 GBU-31 JDAM， 配裝 BILU-109 2000磅輕車彈頭，直接臨空轟炸。4月2日 BB 摧毀了連接德黑蘭和卡拉季的 B1 大橋，這是伊朗用來轉移飛彈的關鍵陸路通道。一組來自阿聯酋國防部3月16日聲明的數據，可以作為整場戰役強度側面的標尺。前6周內已有304枚來襲飛彈和1627架無人機被攔截，而美軍自己的消耗同樣驚人。這場局部戰爭吃掉 BB 可用機隊的大半兵力，整個系統的彈藥庫存被拉到警戒水位。在消耗戰壓力攀升到最高點時，一場墳場救援行動悄然啟動。860115號機被從亞利桑那沙漠拖出，翻新試飛交付，命名為天啟2號。天啟2號最大的改變在機翼下面，負載適應模塊化掛架，簡稱 LAM。冷戰末期 BB 外掛6個重型掛點被條約逼着用金屬套筒焊死，外部掛載能力歸零。到了2026年，兩大裁軍條約實質上已走進歷史，空軍直接撥出6870萬美元啟動外部重型掛架項目。波音拿出 LAM 方案，它在機身外部恢復了6個承重超過5000磅的超重型掛點，而且原生支持雙聯裝配置。來做一個極限火力换算， BB 內部3具旋轉發射架原本就能攜帶24枚逆蹤巡弋飛彈，射程逼近1000公里，現在加上外部6個掛點的雙聯裝擴展，新增12枚，總數衝到36枚。伯克級神盾驅逐艦滿載排水量近10000噸，96單元垂直發射系統。但在實戰編組中，這些發射單元必須同時裝載防空飛彈、反潛火箭和反導攔截彈，真正能分給戰斧游弋飛彈的坑位通常只有20到30枚之間。一架 BB 的單次出擊彈藥投射密度完全等價於一艘伯克級驅逐艦打光全艦对地彈藥的極限輸出，而這架空中武庫能以超過 1.2 馬赫的超音速在數小時內跨洲際機動，把等同於一整艘主力戰艦的毀滅性力量投送到目標上空，一次性釋放。但這36枚亞音速巡弋飛彈只是 LAM 掛架的底牌，它被設計出來的真正驅動力量是為了掛載一種不需要數量堆疊、單憑物理定律碾壓目標的武器 AGM-183 ARW 空射快速響應武器。這個項目的研發時極其坎坷，核心技術投胎於 DAPRA 的戰術助推滑翔項目，採用物理應力最極端的助推滑翔彈道方案。2021年連續3次試射全部失敗，第一次飛彈離不開掛架，第二次火箭助推器點火後墜海，每一次失敗都伴隨着數千萬美元蒸發和國會武裝力量委員會的輪番質詢。2023年3月，空軍官方公開宣布
消耗完剩余原型機測試數據後，正式終止 ARW 項目，公開版本如此。但大國競爭的時間表從不同情項目層級的融入。俄羅斯在戰場上表現的確實十分糟糕，他們的武裝力量像是一個大寫的 T， 中低層戰力比如戰車、彈藥、戰機等已經見底，但高端武器仍然不容小覷。只是部分高端戰力一旦動用，俄羅斯必然實質上淪為全球公敵。當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完成匕首高超音速武器的規模化實戰運用，當美軍自身兵棋推演，反覆暴露高超音速突防領域的戰略級火力真空，五角大楼的焦慮達到臨界點。在2025年至2063年預算的內部博弈中，空軍以極其低調的方式恢復了对 ARW 增量2型的資金注入，一度被宣布死亡之後，這個項目在保密預算的暗層中悄然復活。2026年4月29日，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社群媒體首次公開了 BB 掛在 AGM-183 實彈的畫面。這枚曾被全球軍事觀察界判定為失敗收場的飛彈，以實彈掛載的形態掛在了天啟2號的機翼下方。當 BB 在3萬到4萬英尺高空釋放 ARW， 飛彈尾部固體火箭助推器瞬間點火，極短時間內將彈體垂直推升至10萬英尺以上的大氣層邊緣。整流罩炸脫，无動力楔形滑翔體裸露在稀薄大氣中，開始借助重力加速度，從氣動升力進行雙重能量轉換，以超過 6.5 馬赫，彈道末端逼近8馬赫的極端速度向目標俯衝。8馬赫1秒鐘飛躍超過 2.7 公里，同樣的1000公里射程，戰斧巡弋飛彈全程需要超過1小時， ARW 不足10分鐘。假設他的對手是俄羅斯最新列裝的 S-500 普羅米修斯防空反導系統，儘管多次證實俄羅斯的 PPT 工程，但不管有多少誇大成分，戰場就是要考慮到最極端的情況。根據俄方公開參數， S-500 的探測範圍600公里，攔截高度200公里，設計目標涵蓋低軌道衛星、洲際彈道飛彈彈頭及高超音速飛行器。但從最底層原理出發，以 S-500 這類地基防空網絡去攔截在大氣層內滑翔的 ARW， 會有3個難以逾越的障礙。首先是高低差帶來的動能懲罰， ARW 的滑翔走廊精準卡在30到100公里這個高度區間，這裡叫臨近空間。這個高度選得非常刁鑽，它比愛國者3這類末端攔截彈能碰到的上限還要高，又比薩德這類中段攔截系統最舒服的攔截窗口要低，等於說兩頭都夠不太着。對於 S-500 也是一樣，攔截彈想要打到得先克服重力，頂着稠密大氣層往上硬爬幾十公里，等它終於爬到那個高度，火箭燃料基本見底了，末端機動需要的能量已經所剩無幾，拿一枚燃料耗盡、机动能力大幅衰減的攔截彈去撞一枚以7個馬赫以上速度橫向狂飆的滑翔體，牛頓300年前就把這筆賬算死了，不會答應的。其次是滑翔機動性，讓彈道預測徹底失效。傳統彈道飛彈的彈頭在發動機關機之後走的是拋物線，軌跡很規矩，雷達掃幾秒鐘就能算出幾十秒後它會出現在哪裡，把攔截彈送過去等着就行。但 ARW 不一樣，它帶控制舵面，能在高速滑翔中拐彎，做蛇形走位或者突然變軌。它的飛行軌跡沒有固定數學公式可以描述，火控計算機算不出它下一秒會在哪裡，交匯點根本不存在。碰撞殺傷在物理定律上成立，但在工程現實裡攔不住。最後是等離子黑障，當滑翔體以超過 5.6 個馬赫的速度在大气層邊緣穿行，彈體表面的空氣劇烈摩擦，溫度瞬間拉到幾千度。這個溫度直接把分離了周圍的空氣分子，形成一層包裹整枚飛彈的等離子體外殼。等離子體對雷達波而言就是個攪局者，它吸收、散射、反射，什麼干擾手段都來一遍。S-500 的火控雷達屏幕上被等離子體包住的 ARW 不是一個清晰的光點，而是一團忽明忽暗、時有時無的模糊噪點。雷達從這團噪點裡拿不到夠精準的3維坐標，導引數據鏈在物理上斷開了。等到滑翔體在俯衝階段速度降下來，雷達能重新穩定鎖定的時候，留給防空火力開火的時間已經只剩下個位數秒。速度差距可以用代际技術去追，機動軌跡不確定可以靠更強的算法去逼近，但飛行末段強大的能量是解決不了的。所以現在把全部碎片拼在一起看， B-21逆踪轟炸機還困在工廠裡，距離能形成全球打擊能力還有好幾年。天啟2號這件事，它是美軍現代軍事工業中無比清醒的一個決定。這架飛機被命名為天啟2號，是為了紀念1942年二戰期間在緬甸上空被擊落的那架 B-24天啟號轟炸機。但放在今天的時空裡看，這個名字有了另一層重量。一架被封存3年的老轟炸機從沙漠墳場裡拖出來，翻新改裝，掛上最尖端的高超音速武器，重新站回第一線。這件事本身就是天啟這個名字最好的注腳。好了，關於 BB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你認為這架天啟2號首次實戰會在哪裡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